意外穿到年代小说中，成了有名的资本小姐。原主嫌弃不解风情的军官未婚夫，又担心海岛上物资匮乏，生活艰苦，所以婚约一直拒不履行。可他没想到，江家竟会成为下一轮的清算目标。渣爹后妈设计带走了江家百年家产，连原生也被算计下乡。原生顶着资本家小姐的帽子，孤身一人在乡下吃苦受罪，最后不堪受辱死在了牛棚里。44，我知道这个时候让你把工作转给青青，还让你下乡，这件事的确委屈你了。可是你爸这么做都是有苦衷的。什么情况？我刚才不是躺在被窝里看小说吗？行了，快开门！你都闹了一天了，还要闹到什么时候？我不应该和你动手，可你难道就没有不对的地方吗？我说一句，你就顶10句，你眼里还有我这个爸吗？说这话的是他的渣爹沈修文。沈修文是江家的上门女婿，在原生的记忆里，父母的感情一直很好，直到9年前，江母因病去世，渣爹不顾众人反对，执意娶了一个2婚带2娃的寡妇，父女俩的关系这才变得紧张了起来。不过他的这个继母倒是挺能忍的，自打进门后就一直做低服小，对原生比对自己的孩子还好。渐渐的，原生也就对他放下了戒心。哪知道昨天晚上原生刚一下班，渣爹就支支吾吾的和他商量，想让他把工作让给自己的继妹沈青青。原生一听直接就炸了，你是养别人孩子养久了，脑子坏掉了吗？你搞清楚，我才是你的亲生闺女，她没工作要下乡，她亲爸都不着急，你一个继父操的哪门子心？这些年你们是江家的和江家的，这笔账我还没有和你们算呢，你们是怎么有脸惦记我的工作？真是一群忘恩负义的白眼狼！父女俩都是暴脾气，沈修文说不过原生，抬手就甩了他一巴掌。原生又气又伤心，已经在房间里待了1天1夜都没出门了。44，你听到我说的话没有？44，修文，44他还小，你好好和他说，他会明白的。你一个当爹的还能和孩子计较不成？他今年都21岁了，还小。不等林月如开口，房门啪嗒的一声打开了。爸，我妈死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你说你要护我一辈子，可你现在却为了一个外人打我。你打我，我不怪你，因为你是我爸，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的亲人了。可我平白无故挨了一巴掌，我不委屈吗？难道我连哭的资格都没有了吗？沈修文在看到江四脸上的巴掌印后，心头刚窜起来的火苗瞬间就被浇灭了。44，我爸，昨天我态度也不好，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而且林一刚才也说了，你是有苦衷的，是不是家里发生什么事了？见他一脸担忧的模样，沈修文心里愈发不是滋味了。先下楼吃饭吧，你1天没吃东西了，等吃完了我再和你说。江四点点头，乖巧的应了一声，挽上了沈修文的胳膊。两人坐在餐桌上，林月如从震惊中回过了神。奇怪，这死丫头怎么突然转性子了？就她那个一点就爆的脾气，哪次不是把家里搅得人仰马翻，她才满意收手。沈清月和沈清安兄弟俩倒是没什么反应，只是在江四坐下来后，一左一右坐到了沈青青的旁边。家里的事他们不掺和，但前提是江四不能欺负他姐。姐，这是我特地给你做的红烧肉，你快尝尝。打住，我妈只生了我一个，别动不动就来我这碰瓷。还有，快把你的红烧肉端走，我可吃不起这玩意。昨天我就喝了你倒的一杯茶，工作就被人惦记上了。今天我要是吃了这块肉，你是不是要把我吞得连骨头渣子都不剩？姐，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沈修文虽不满女儿的态度，但想着正事要紧，象征性的糊了几句稀泥后，就把提前准备好的说辞说了出来。44，你妈走得早，你又是江家的董淼淼，要不是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我怎么舍得让你下乡呢？我是收到了确切的消息，上面已经计划好了，最迟下个月就会再清算一批人，这其中就有我们江家。是啊，44，虽然我不是你的亲妈，但你也算是我看着长大的。林姨是真舍不得你去乡下，可你爸说的对，不管怎么说，下乡总比下放好。江四沉默了一会，故作纠结道：那我走了，你怎么办？这个时候你就不要考虑这么多了，我已经想好了，等你在乡下安定下来，我和你林姨就把婚离了。她这些年照顾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不能把她给拖累了。至于我，你不用担心，真要到了那一步，到时候我看看能不能托人下放到你那边去。44，时间不等人，你得尽快做决定。沈修文这话说的一脸情真意切，要不是提前知道了剧情，江四说不定还真就着了他的道。江四装模作样思考了几分钟后，好，我听你的，我可以下乡，但是……沈修文皱了皱眉，刚想说这都什么时候，你还耍你的大小姐脾气。爸，这次下乡插队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记得妈去世前给我留了一块羊脂玉，这个我想带走，就当是留个念想。很快他就从卧室里取了一个檀木盒子出来，江四将东西仔细检查了好几遍，确定是真品后赶紧塞进了兜里。爸，姐姐这次下乡是去避难的，要不这个东西还是别带了吧，我怕被别人看到了影响不好。哈，真是好笑，我们江家的东西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做主了？沈青青也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不就是一块羊脂玉吗？也不是什么稀罕的宝贝，可她心里为什么空落落的？
就像是失去了什么重要东西一般。难道真的是自己抢东西抢习惯了？可姜四就不一样了，拿到杨之玉后，他的心情真的肉眼可见的开心。既然是姜家的东西，那这个金手指他抢定了。除此之外，他还要给自己争取更多的权益。爸，这次下乡你打算给我带多少钱？放心，知道你不能吃苦，现在下乡是有补助的，到时候补助款你都带上，这里面有2000块钱，全国粮票我也想办法给你兑换了一些。下乡的地儿就选黑省，我们给你打听好了，那边地里的活儿少，一年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可以猫冬。爸，你给这么点钱，我去乡下要喝西北风吗？2000块，这还少。你平常不是总说我四肢不勤，五谷不分吗？像我这种连饭都不会做的人，你不会指望着我下地挣工分吧？东北好是好，可那边冷啦，棉被不得多准备几床，还有棉裤、棉袄、棉鞋、棉袜，这些哪样不要花钱？我衣柜里的小洋装和小皮鞋下乡了也不适合穿，从里到外所有的东西都得重新置办。还有，我听厂里的人说，现在知青下乡是要住知青连的大通铺的，我要单独盖一间房。你看盖房子得花钱吧？置办家具，还有锅碗瓢盆这些也得花钱吧？等去了乡下，我还想买辆自行车，这样出去买东西也方便。电视机也得买，毛冬4-5个月呢，要是没有电视机那多无聊啊！对了，买这些都要票据的，一张票少说也得几十块钱，就这我还没算手表和缝纫机。打住，就你这种花法，别说2000块了，就是1万块也不够你造的啊！四四，你忘了，你不是有好几块手表？那几块手表都是国外的牌子，你是嫌我的命不够长吗？还有，我和我爸说话呢，你别老插嘴行吗？你怎么能这样？我妈这些年把你当眼珠子一样疼，你就这么糟践她吗？爸，你说句话啊，你可不能像以前那么惯着她了。谁家下乡这么花钱啊？就是她一个丫头片子，凭什么花那么多钱？我不同意。老四这话说得太快，姜四一个箭步冲上前，抡起手臂，朝着两人的脸狠狠地扇了一巴掌。你竟然打我们！对，打的就是你们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看来昨天我说的话，你们全当耳旁风。那我就再说一遍，你俩从小到大吃的、喝的、用的、穿的，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们姜家的，包括你们现在住的，也是我们姜家的老宅。还你不同意，你算个球了。我告诉你，姜家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只要我乐意。就算我把钱扔黄浦江里听得响，也轮不到你们两个外人在那说3道4。我讨厌你，你个坏女人！闭嘴！再哭给你腿打断，扔黄浦江里喂鱼。四四，小安还小，他不懂事，你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呢？不懂事那就更应该好好教。小年纪，左一句丫头片子，右一句坏女人，也不知道跟谁学的。姜四可没有什么圣母心，刚才那2巴掌只是利息，等他腾出手了，定要回他们一份大礼。意外穿到年代小说里，成了有名的资本小姐，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和亲爸断绝关系，只因姜家快要被清算下乡了。对了，爸，我们家拿了10年的定息，现在我要下乡，2000块钱是肯定不够的，你再多给一点。姜四熟知剧情，家里值钱的东西早就运走了。以他对渣爹的了解，他身上至少留了2-3万的周转。现在情况特殊，也是，现在情况特殊，咱家账上的确不能放那么多钱，要不还是全存我名下吧。反正我过几天就要下乡了，钱放我名下安全，省得便宜了那些烂心烂肺贪图我们姜家家产的王八犊子。这话一出，众人神色各异。爸，你觉得怎么样？还怎么样？他觉得不怎么样。家里的那些东西都处理好了，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爸，你实话和我说，咱家账上还剩多少钱？你要不说的话，明儿我自己去银行查去。沈修文无奈，只能又拿了一张1万的存折出来。存折一到手，他就快速地转移了话题。要不再写个断亲书吧，这样更保险一些。沈修文闻言顿了顿，一脸复杂地看了姜四一眼，没想到沈修文沉默了一会后，竟然点头同意了。这可真是意外之喜。姜四快速将断亲书给写了出来，签了字，还按了手印。行了，这下你放心了吧？姜四笑了笑，这才哪到哪啊？姜家的那些财产，他们怎么吞的？到时候都得乖乖的给他吐出来。说起财产，姜四想起了一件事，渣爹拖到现在还舍不得走，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贪。因为沈修文怀疑，他拿到手的很有可能只是姜家明面上的资产。以姜老爷子那种老谋深算的心智，他怎么可能不留后手？并且沈修文猜测，那些东西很有可能就在三叔公的手里。三叔公是老爷子的结拜兄弟，早些年做的都是黑吃黑的生意，两人却有着过命的交情。沈青青见姜四一会要这个，一会要那个，却只字不提转工作的事，实在是忍不住了。爸，那工作……对，还有工作。四四明天让青青和你一起去单位，你俩早点把转工作的手续办了。行啊，拿钱吧。什么钱？爸，你忘性怎么这么大？还什么钱？自然是买工作的钱了。现在外面一个工作名额倾尽难求，我这是坐办公室的，卖1000块钱不过分吧？林月如没说话，只是眼含幽怨地看了一眼沈修文。林姨，你看我爸也没用，这个工作是我的，只要我不同意，谁也别想抢走。我没想抢。
不给钱就想白嫖我的工作，这不是抢，那是什么？可家里的钱刚才不是都给你了？你也知道是家里的钱啊，家里的钱就是我的钱，难不成你是想拿着我的钱买我的工作？见过脸皮厚的，没见过你这么厚的，还真是屎壳郎戴面具，臭不要脸！金手指和段青书都拿到了手，姜四连装都懒得装了。我不指望着你对你林姨有多好，但做人不能忘本，更不能不懂感恩。这些年他照顾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是吧？我直接明说了，这工作1000块，少一个子儿都不行。你也别把他说的那么清高，这些年他在我们姜家可不白忙活，没了多少钱，他自己心里有数。以前不说不代表我不知道，真要把我惹急了，我明儿就去请3叔公帮我主持公道。姜四头也不回的就上了楼，刚回房间没一会，敲门声就响了起来。来给钱的是沈青青。姜四收了钱就把门关了，把杨之玉拿出来滴了血。姜四下意识的闭上眼，等在睁眼时，整个人已经置身于一片陌生的区域。看来这就是传说中的空间了。姜四看了一眼空间的浅蓝色的透明光幕，不禁感叹道：没想到这空间设计的还挺人性化。对于一个不会做饭又吃不了一点点苦的人来说，这里面的每一条都精准的踩在了他的心趴上。姜四去到溪边，捧了一点水送进嘴里。哇哦，这水清冽甘甜，喝完之后感觉身体明显轻松了不少，不愧是空间出品，爱了爱了。接着姜四又将渣爹给的2张存折、段青书以及沈青青给的1000块钱同房间重要的物品一起收进了空间，而另一边的林月如正在给沈清月敷脸。妈，你轻点，冷。疼也得忍着，不使劲揉，明天你这半张脸指定要肿。忍脸，你除了会说这句还会说什么？以前那2个老不死的还在，你说忍，我忍了，现在他们早就死得透透的了，我凭什么还要忍他？你小声一点，爸还没有睡。没睡就没睡，听到了正好。那死丫头甩了我1巴掌，还不让我说了。像他这种脾气暴又没有脑子的人，去了乡下有他好受的，都不用你动手。姐，你别忘了，他手里现在还有1万多块，这么多钱，去了乡下照样可以吃香的喝辣的。你也太不了解妈了。总之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所有的事妈都已经安排好了，你就等着瞧好就行了。真的，妈和你保证，这巴掌是你这辈子受的最后一个委屈，以后姜家所有的东西都是你们姐弟3人的。第二天一大早，姜四睡到了自然醒，洗漱完下楼时，早饭已经端上了桌。耶，44，这是你最喜欢吃的黄鱼大馄饨。看着林月如一脸献殷勤的模样，姜四直觉这人估计是没憋什么好屁。果不其然，吃完饭，姜四伸手和渣爹要户口本的时候，林月如开口了：转工作这么大的事情，上午我没什么事，要不我陪你们去办吧。正好下午我和你爸爸要去一趟苏北老家，大概3、4天左右才能回来。你爸爸答应你下乡的钱，你是今天取还是等我们回来再取？反正现在取，和几天后取也没什么区别。但林月如这么一说，姜四突然灵光一现，送上门的锅不要白不要啊！今天取了吧，这几天我要把下乡需要的东西提前准备好。见鱼儿上了钩，林月如笑了笑，知道了。没多久，3人到了棉纺厂。你们在这等一下，我先去劳资科那边看看情况，一会好了再过来喊你们。为什么不一起去？我进去那是找领导有事，你们跟着一起进，那不是明摆着告诉别人咱们是来找领导走后门吗？真是蠢的卦象。你眼看着2人一言不合又吵了起来，林月如也是头疼不已，但想着户口本还捏在自己手里，估计这个死丫头也翻不出什么花来。林月如笑了笑，没事，你先进去吧，我们在这等你。10分钟后，姜四将沈青青母女俩带了上来。我一会还有个会，那就长话短说了。高中毕业证、1寸照片、体检合格表还有户口本，这些都带了吧？带了。亲，那先把资料填了吧。沈青青也没想到事情发展的这么顺利，直到把档案表填完了，整个人还处于晕晕乎乎的状态。最后还是林月如问到了关键点上。周科长，那他什么时候可以过来上班啊？大概3、4天吧。今天礼拜1，你礼拜5上午直接过来报道就可以了。这么久？一般情况下，我们厂里是不允许职工随意转让工作的。但小江同志觉悟高，他想下乡支援祖国建设，我们这才同意他将工作转出去。别的厂转让流程我不清楚，我只说我们厂。小江他是在宣传部上班，按理说沈同志应该先进行考试，考试成绩合格才能去体检，之后这些资料要提交到厂革委会进行统一审核，这里至少也要1周以上的时间。他这个已经属于特事特办了，再快也快不到哪里去。好了，情况就是这样，你们还有别的问题吗？沈青青赶紧拉了他妈一把，让他别疑神疑鬼的。没了。周科长，那这件事就麻烦你了。应该的，那今天就这样。姜四几人识趣的起身告辞，出了棉纺厂，3人又马不停蹄的去了银行。姜四手里的这2张存折加一起总共13202块，全都取了出来，用麻袋装满了一袋子。到家时间已经不早了。现在外面小偷多，下午你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可别带那么多现钱。你以为我和你一样蠢？
好了好了，一人少说一句，这几天你一个人在家，出去记得把门锁好了。对了，你三叔公的身体一直不大好，医生说他要静养，不能受刺激。家里的事，我想等过段时间找个合适的机会再和他说，免得他老人家跟着我一起担惊受怕。听了这话，姜四就差直接翻白眼了，不就是怕自己和三叔公告状去吗？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姜四嘴上应的挺好，实则心里早就已经把告状要说的话想得七七八八了。不过他打算明一早再去三叔公家，现在他还得将上午挖的坑处理一下。不好意思，周科长，我们的档案就不用送去检查了，今天这事给您添麻烦了。什么？不用送了？电话里一句两句也说不清，要不您和我说一下您家的具体地址，等下午下了班我再详细和您解释。他这是什么意思？怎么感觉这么奇怪？那有啥奇怪的呀？这工作他指定是不想让，但他家里人不同意，逼着他去的呗。我估摸着下乡也不是他自愿的，咱们家属院里最近因为下乡这事闹得也还少嘛。那他有没有说这个工作他是怎么打算的？能怎么打算？肯定继续上着呗。那可未必，他要是想回来继续上班，电话里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事，何必晚上要来我们家呢？而且他后妈都逼着他去赚手续了，这吃到嘴里的东西，他那个后妈能舍得吐出来？所以这个工作他指定是想偷偷卖了，不想便宜了他那个后妈。周科长媳妇越说越觉得自己真相了，与此同时心里也隐隐有了个期待，意外穿到年代小说里，成了有名的资本小姐。今天是黄道吉日，适合搬家。哦不，是搬空全家。第一站他要去的就是一个小型的密室，大大小小的箱子加一起总共24个，大黄鱼、珠宝首饰、珍稀药材统统都收。将这20多个箱子全部收到空间里后，姜四又去了另一间房，一进门就看到一排排珍贵的名酒和瓷器，连柜子统统都收到空间里再说。接下来的第二站就是渣爹的房间了，他们一家5口走的时候都把房门锁得死死的，他特意在杂物间里找了一个大铁锤。80姜四在里面找了半天，只找到了几十条大黄鱼，还有林月如将近1万块钱的私房钱也被找了出来。接着姜四又来到了沈青青的房间，作为拿到团宠剧本的女主，房间的好东西多得很，姜四大手一挥全都收到空间里。另外姜四还在床头柜的夹层里找到了一张存折，存折上最后一笔的存入时间是今年的3月22号，那天正好是沈青青的20岁生日。真是讽刺，去年原生20岁生日时，沈秀文却只送了一台几百块钱的相机给原生，就将原生打发了，原生还开心的不得了。可沈青青过生日时，他却给了他5000块，好在这些东西都被我拿回来了。平复了一下情绪后，姜四砸开了老三和老四的房门，将2人房间里的好东西全部收得一干二净，连带着客厅沙发、电视和厨房的锅碗瓢盆也都收到空间。收完这些，今天的搜刮行动到此圆满结束。他还在客厅留了一些东西，当然全是沈青青房间的，方便引诱鱼儿上钩才行。真累啊！姜四揉了揉发酸的肩膀，赶忙回房换了身衣服。他还得去一趟周主任的家里，结果还没出巷子，老远的就看到了几个鬼鬼祟祟的生面孔。见鱼儿快要上钩了，姜四满意的勾了勾唇角。姜四看着一模一样的筒子楼，正想找人问问，身后突然响起了一道爽朗的女声：“是小姜同志吗？”“我是姓姜，您是？”“我是周科长的爱人，你叫我张婶子就行。咱棉纺厂的家属院设计的不怎么合理，谁来了都得犯迷糊。今天老周走的时候特意和我说了一下，让我出来迎迎你。”等到了家，他让姜四随便坐，自己则是泡了一杯麦乳精出来。“小姜，你先喝着舔舔嘴，再有20来分钟老周就回来了，我去炒2个菜，一会咱们边吃边聊。”“婶子你先别忙活了，其实我今天来找周科长是为了工作的事来的。”“你的事我们家老周中午都和我说了，他说你这个工作原先打算转给你的妹妹，现在又不打算转了，那你现在想继续回去上班还是？”“婶子，不瞒你说，她不是我亲妹，这个工作我也从来没想过要转给她，但我们家情况特殊，我把她算了，不提她了。总之这个工作我肯定是保不住的，与其这样，我还不如把工作卖了。只是我刚来棉纺厂上班还不到1个月，身边也没什么朋友，不知道婶子你身边没有认识的人想买工作，价格我也不多要，按现在市价给就可以，如果能换成票据就更好了。”“小姜，你想好了吗？”“是的，婶子，要不然我也不会这个点过来了。”“小姜，你说话敞亮，那婶子也直说了，我们家老幺现在还没有工作，如果你这个工作真想好了要卖，那不如卖给我吧，放心，钱方面婶子保证不叫你吃亏。”说着，张丽华回卧室抱了一个饼干铁盒出来，该说的话也都说到了明处。“小姜四，你这个工作是坐办公室的，不像别的工种，进了单位还要熬3年学徒工，按照护士的工资算，小姜你现在每个月工资28元，3年下来就是1008元。棉纺厂的福利好，逢年过节会发一些水果、肉票、布票等，
工资超20元，每个月还会配发1张工业券，这些算下来，1年福利差不多有个30元，3年给你算100。另外，正式工和学徒工3年的工资差价在288元左右，这个婶子按300补给你。可以的，婶子，就按你说的来。哎，好，那就这么说定了。我听你说想多换点票，你看看这里面有你想要的吗？要是没有的话，你和我说一下要什么票，我给你想办法。姜四看了一下，粮票、邮票就算了，他空间能种粮还能榨油，布票他从渣爹那要了不少，也完全够他用的了。最后姜四挑了一些工业券。粮票、邮票、布票这些你不要吗？这几种票据可都是紧俏货，我可是攒了小半年呢。这些已经够了，婶子，我那还有一些票据。小将，现在的工作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一旦工作转让手续提交了，你再后悔就来不及了。还有下乡也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你确定你能吃下这个苦？抱歉，周科长，上午我是逼得没办法才那么说的。其实我没打算下乡，而且转让工作这事我已经深思熟虑过的，这点请您放心。等处理完家里的这些事，我就要离开护士了。见他神色认真，周科长也不好说什么。接下来双方签了一份协议，并按了手印。姜四当着他们夫妇俩的面清点了一遍，扣掉他要的那些票据，到手1220元。说，婶，那我就先走了。小姜，吃了晚饭再走吧。我做了红烧肉，一滴水都没放，用黄酒焖了2个小时，可香了。不了，婶子，家里还有点事。见他执意要走，外面的天色也不早了，周科长夫妇俩就没再劝。第二天一大早，姜四就赶到了三叔公的家。负责照顾三叔公的钟叔一看姜四来了，立马就告起了状。44小姐，你来的正好，老爷子最近这段时间一直不好好吃药，说了他也不听，还不许我给你打电话。你别胡说，何嗨，我哪有不吃？钟叔，把药给我吧。好的，44小姐，我先去买菜。等人走了，姜四端了个凳子，直接坐到了床前。这药实在太苦了，苦的都咽不下去。都多大年纪了，还怕苦？上回医生不是说了，你要再这么咳下去，肺炎会越来越严重的。你答应过爷爷要替他照看我的，可不能说话不算话。三叔公一听瞬间急了，端起碗，二话不说就把药给灌了下去。死丫头，今天不是周二吗？你怎么过来了？三叔公，我把工作给卖了。什么？你把工作卖了？你跟我说实话，他们是不是又给你气受了？沈青青被分到了黑省插队，林月如舍不得她女儿下乡吃苦，就把主意打到了我的身上。他们和我说江家上了清算名单，我要是再留在城里，可能再过不久就要被下放。但我觉得清算这事很有可能是真的。死丫头，你确定？三叔公，这事应该是真的。前不久我在家里发现了一间密室，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装下打包好了。我清点了一下，发现爷以前收藏的古董和字画全都不见了，账上钱也没了，都被换成了金条。我还在密室里发现了大量的香江币和美钞，如果他不是得到了确切的消息，应该不会刻意准备这些。他们这个时候把我哄骗下乡，一是为了保沈青青，二是想把我撇下。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下了乡，可以转移一部分注意力，让他们跑路会更方便。这个吃里扒外的畜生，虎毒尚且还不食子，你可是他的亲生女儿，他有没有想过，他这么不明不白的跑了，一旦上面追查起来，你的日子有多难熬？他这是把你往死路上逼啊！老子今天非要毙了他不可。三叔公，没有必要为了这种烂人搭上自己的性命，不值得。况且就这么死了，太便宜他了。姜四边说着，边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三叔公听完沉默了许久，以前只觉得这丫头有些骄纵任性，当然这里面也有他和大哥的责任。姜家就他这么一个独苗苗，他们宠着点怎么了？没想到经此一事，这孩子倒是成长了不少。死丫头，你想好了，真要这么做？是的，从他算计我还有背叛我妈的那一刻开始，我们的父女关系就只能到此为止了。三叔公，你不用担心我，等忙完这些事，我要去琼州岛找他。三叔公愣了愣，眼里满是诧异。平时四丫头连提都不让人提，现在怎么会？以前我被人蒙蔽了心智，分不清好赖，都说这一切长一智，我要是再不长记性，那不是白瞎了这么多年你们对我的教导。三叔公，你放心，以后我不会再犯迷糊了。死丫头，别的不敢说，老头子我一辈子阅人无数，看人的眼光还是有的。霍家那小子人不错，他就是看上去凶了点，话少了点，不过问题不大，去了好好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只是有一点，千万别受委屈，你就记着，咱有底气，咱不怕。说着，三叔公起身，拿了一个牛皮的手提箱子出来。你爷爷去世之前，托我保管了一些东西，说等你心智成熟，有判断能力了，再亲手交到你的手上。姜四打开一看，里面有好几张地契，其中就有渣爹一直惦记着的姜家老宅。除此之外，还有几栋洋房以及郊区的一片地皮。这些东西你都收好，另外你爷爷还给你存了一部分嫁妆，
就在郊区那块地皮下面埋着，上面有坟包的那个就是。等以后有了可以安置的地方，记着把他们收走。好，我知道了。姜四点了点头，没有什么比他空间更安全的地方。等忙完手头上的事，他打算过去将那些东西全都收了。意外穿到年代小说中，成了有名的资本小姐，却在一夜之间被人搬空全家，而资本小姐却十分高兴。就在姜四在供销社买东西时，家里却进了另一批人。一会进去了，都听我指挥，别跟瞎子没见过天似的，不该碰的东西不要乱碰。放心吧，我们心里有数。这姜家家大业大，随随便便摸2件东西出去，也能花个1年半载。傻子才不偷！只是一进客厅，林宝柱就傻眼了。怎么了？我怎么感觉这屋里好像少了点东西？我记得上回来的时候，这块好像摆着一个电视机来着，还有这里原来放着一台电风扇。也许人家收房间里去了呢。先别管这个了，找东西要紧。老三，你赶紧开锁。等进了屋子，几人便开始翻箱倒柜的找了起来，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哥，你要找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会不会他把外面的牛纸包装袋给拆了？林宝柱留了个心眼，没说具体是什么。不可能，要是拆了，那么一大笔钱他会看不到。你们快过来看看，这几个屋子的锁怎么都被人砸了？林宝柱心下一紧，赶紧跑了过去，看着空荡荡的房间，一只耳的男人瞬间炸毛了。他奶奶个熊，哥几个没日没夜的盯了2天，竟然被人截胡了。难怪我们刚才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有找到。哥，那现在怎么办？我哪知道怎么办？林宝柱心里乱糟糟的，他只知道自己完了，那么一大笔钱啊！他姑说了，只要钱到手就给他2000，结果现在钱没了，家里的东西也没了。来都来了，总不能空着手回去吧？要不大家挑一些能用的东西拿走吧？不行，屋里的东西你们谁也不许动。你要这么说话那就没有意思了。我们兄弟几个陪你守了2天，干的可都是吃枪子的买卖，你总不能让我们白忙活吧？屋里的东西我们不动也行，但你得把我们哥几个的辛苦费结一下。结什么钱？要不是你们盯梢的时候没盯好，这屋子里的东西能被别人偷走吗？我没找你们算账就已经不错了，还好意思要钱？那你这意思是不给了是吗？对。林宝柱的话还没有说完，一只耳的男人就给了他一拳。对什么对？老子生平最讨厌赖账的了。说着，他让瘦猴把麻袋拿过来，几人便开始挨个房间的扫荡。等姜四回到家时，家里已经翻得一片狼藉。妈呀，这可真是太好了！不好了，家里进贼了，大伙快帮我抓贼啊！10多分钟后，公安同志也来了，一群人熙熙攘攘的就进了姜家老宅。呜，警察同志，你可要帮我把东西都找回来啊！你放心，我们坚决维护人民的财产与安全。公安同志跟周边群众打听起了消息，住在对面巷子里的一个阿婆向公安反映了一个重要的情况。今天一早我去到夜乡的时候，看到了几个面生的小同志，长什么样我没看清，好像有4、5个人吧。昨天我接小孙子放学回家的时候，也碰到他们几个了，那人好像少了一只耳朵。少了一只耳朵？我也没太注意。好，我知道了，谢谢大伙的配合。公安同志，我怀疑是熟人作案。姜同志，请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快查明真相，将这帮人抓捕归案。公安同志看了一眼空荡荡的家，真心实意地说了一句：要是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帮忙的，尽管开口，千万不要不好意思。姜四自然不会不好意思，因为他等的就是这句。公安同志，我这还真有一件棘手的事。林月如走的时候特意把户口本带走了，他以为这样就能拿捏自己。公安同志，我家的户口簿够2本，每本粮票、邮票都装在一起，那个匣子他们也拿走了。明天又是发定量粮票的日子，要是没有够2本，我们要喝西北风了。还有，我妹妹马上要下乡了，知青办那边还需要户口本登记。我给你写个情况说明，明天上午你去公安局的户籍科找一位姓张的干事，到时候让他先把户口本给你补办出来。公安同志，真的是太感谢你们了。第2天一大早，姜四就把户口本补办好了。看着崭新的户口本，姜四也不忘给沈青青送上一份大礼。同志你好，我来咨询一下下乡插队的事。坐吧，叫什么？哪一届的毕业生？67届的沈青青。想好要去哪里没有？要是没有的话，就去黑省吧，那边地多活少，他们那边的供销社都有专门的收购点，平时捡捡山货，日子不比城里差。要是运气好，碰到人参还有灵芝这些，养活自己不成问题。但姜四可不是什么烂好人，要不是插队可选地里没有大西北，他说什么也要送沈青青去西北吃土验沙。谢谢你了同志，黑省好是好，可我特别怕冷，我想去南方行不行？我们只是建议，最终还是看你自己。想去南方是吧？苏省、赣省、徽省、云省这几个地儿，你自己看看，喜欢哪个选哪个。同志，我想去云省。云省这一批分配的地点都在西双市，那里的橡胶农场远离市区，交通不便，去一趟县城坐拖拉机都要坐5、6个小时。从沪市到西双市下面的农场，
这期间要坐4天3夜的火车，2天的汽车，大半天的拖拉机，然后还要步行好几个小时的山路。小同志，你要不要再想想？不用了，我已经决定好了。领导说了，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当大理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身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想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祖国最需要我的地方发光发热。小同志，还是你的思想觉悟高，我这就给你安排。论觉悟，我和我弟还差远了。我弟说了，他要和我一起下乡，路上也好有个照应。就是他是68届的学生，不知道现在能不能报名？能，这怎么不能呢？别看现在68届的分配政策还没有下发，但大体方针早就已经定好了。这一批除非特殊情况，否则一律都要下乡。有人主动报名，工作人员自然不会阻拦。最后姜四顺便还把2人下乡补贴的140元也都取走了。接下来姜四在外面跑了一整天，先把沈青青母女俩名下的存款取了，再去把爷爷留下的嫁妆收到了空间，最后就是这套洋房如何处置的问题。这套房子是姜家的祖宅，说什么也得保下它，卖肯定是不能卖的，租给外人我也舍不得。昨天吃饭的时候，姜四已经和三叔公商量好了，到时候他们会签一个明面上的租房合同，租期10年。等过2天，三叔公和钟叔就会搬过来。当然，在此之前，姜四会把渣爹一家扫地出门。第2天，三叔公过来时，开口的第一个问题就把姜四给问懵了。四丫头，你要去琼州岛的事和小霍说了没有？我还没和他说呢。要不先给霍小子拍个电报，和他说一声你要去的事。姜四点头同意了。趁着今天有空，他打算陪三叔公去医院复查一下。去医院的路上，三叔公听闻姜四电报上只发了2个字，也是无语的很。真的只发了2个字？这2个字多简单明了啊！你呀你，四小姐的性子，霍同志应该比谁都清楚。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在意这些。霍家那小子当然不会在意了，那傻小子收到电报之后，指不定有多开心呢。不过话又说回来，四丫头这性子，一半是他们教养出来的，另一半也是霍家那小子纵容出来的。正所谓周瑜打黄盖，个愿打一个愿挨。另一边，公安局在经过1天1夜的走访还有调查之后，案件终于有了眉目。根据目前掌握到的消息，犯罪嫌疑人总共5个，年纪都在20到30岁之间。其中1号犯罪嫌疑人身高180厘米左右，体型偏瘦，本地口音，身上带着工具包，怀疑里面携带了专业的开锁工具。2号犯罪嫌疑人，也就是之前的一只二，身高175厘米左右，也是本地口音。3号犯罪嫌疑人身高不足160厘米，苏省口音。4号犯罪嫌疑人身高170厘米左右，右脸脸颊从太阳穴到下巴的位置有一道很明显的伤疤，怀疑是刀伤。还有一个嫌疑犯，据江家附近一家国营饭店里的服务员反映，在案发的前2天，每天中午和下午的饭店都有一伙人过来吃饭。据服务员描述，这人和其他几人不一样，他外套里面还穿了一件工装，深灰色。我们查了一下，目前沪市只有市机械厂还有钢铁厂的工服是这个颜色。王明他们早上已经去调查了，应该很快就有结果。正说着，王明大步流星走了进来。头，查到了，最后一个嫌疑犯是钢铁厂的，这人名叫林宝柱。他的姑姑林月如9年前嫁给了姜同志的父亲，对姜家的情况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而且这人平时花钱大手大脚的。听厂里人说，前不久他因为欠别人钱，还被对方堵在了厂里。作案时间和作案动机，林宝柱都具备了，接下来只需要按章程办事就好。半个小时后，林宝柱就被公安同志抓捕归案。出什么事了？怎么来了这么多公安？谁知道呢？搞不好是在外面干了什么杀人放火的事。应该不会吧？林宝柱有那胆？这可不好说，要是小打小闹的，哪会来这么多公安？这时，林老太和宝柱妈瞧见围了这么多人，也上前凑热闹。宝柱妈一脸瞧好戏的模样。出啥事了？宝柱妈，你家宝柱被公安同志铐走了，你快去看看吧。什么？意外穿到年代小说中，成了有名的资本小姐，家里被偷个精光，小偷却是自家人。林宝柱这回已经被带进了审讯室，而审讯工作是分开进行的，有没有串供现在不好说，但几人的口供倒是出奇的一致。我们和林宝柱是之前打牌的时候认识的，3天前林宝柱找到我们，承诺每人给100块钱，让我们帮忙找一件东西。对，刀疤说的是对的。然后我们想着100块钱都顶普通工人3个月工资了，我们几人刚好手头也紧，就同意了。之后他们在姜家附近蹲守了2天。那天晚上我们撬开门锁进去的时候，才发现已经有人先他们一步动手了。林宝柱这个时候想赖账不给钱，我们气不过就把他给打了一顿。然后我们干这种事情又是吃枪子的事情，我们就想着来到来了，就把屋里剩下的东西全给打包了。只不过我们没想到事情闹得这么大，竟然还上了报纸。林宝柱的口供和他们差不多，只是在被问到找什么东西的时候，他迟疑了一瞬。
眼下他们拿的不过是一些旧衣服、旧鞋子，加一起也值不了几个钱。可若是说奔着1万块钱去的，那罪名就大了。所以他只字不提那1万块钱的事，只说最近手头上紧，知道江家条件好，就想着过来碰碰运气。公安同志也不是傻子。那你们挺聪明的，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趁着家里大人都去了外地，受害者又刚取了钱的节骨眼上来，这一切也未免太过巧合了。而且江林两家距离10多里远，你又是怎么知道受害者当天取了钱？又是怎么知道那笔钱刚好装在牛皮纸袋里？心里有了怀疑的方向，同志也不跟他来虚的。一听要是再不老实交代，很有可能吃枪子的时候，林宝珠立马老实了。刚从苏北回来的林月如还不知道，她已经被自己的好大纸卖得一干二净。林老太和宝珠妈一个抹着泪，一个蹲在江家大门口。那大嫂，你们怎么过来了？林月如皱了皱眉，她在家排行老3，这个年代谁家都是疼大的爱小的，中间加个受气的。林月如就是家里那个受气的，所以嫁给沈修文之后，对于娘家的事，林月如拎得很轻，平时能不回就不回。要不是这次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她也不会找娘家侄子。看他们这一脸天塌了的模样，林月如不禁怀疑，难不成保住那个主错，把事情给办砸了？正想着，下一秒林老太抓住了她的手。月如啊，咱家就你最有出息了，这次无论如何你也得救救宝柱啊，他还这么年轻，还没有替老林家开枝散叶，要是就这么没了，我娶了地底下怎么有脸去见你爸啊？林月如一听就知道完了，可这个时候她也只能强装镇定。那你先别慌，保住他到底怎么了？沈修文脸上闪过一丝不耐，对于岳丈一家那是打心眼里看不起，以前嫌他穷，死活不肯把月如嫁给他，后来见他成了江家的乘龙快婿，又没皮没脸的把女儿送上了他的床。要不是他是真心喜欢月如，月如又怀了他的种，林家的这帮人他是看一眼都嫌脏。行了，妈你先别哭了，有什么事进去再说吧。说着他从兜里拿出了钥匙，结果插了半天，钥匙愣是死活插不进去，一低头才发现家里的锁好像换了。林家大儿媳妇是个急性子，可没有时间在这拐弯抹角的，知道他的这个小姑子当不了家也做不了主，便直接求上了沈修文。妹夫，我家宝柱被公安抓走了。宝柱那个人你是知道的，他胆小又好面子，要不是那几个街溜子撺掇着他，他绝不可能去偷人家东西。就当是嫂子求你了，你们想想办法，先把人捞出来好不好？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不能看着他死啊！林家大嫂每说一句，林月如的心就跟着往下沉了一分。余下的几人听了这话，也都是面露震惊，还是沈青青反应迅速。听舅妈这意思，他们只知道表哥是因为偷东西被抓了，但具体偷了谁家，他们应该是不清楚的，要不然也不会跑这里。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把人弄走，不能让他在这里乱说话。于是沈青青快步上前，扶了他一把。舅妈，你放心，表哥这事没那么严重。怎么没那么严重？公安都说了，他们把人家家里搬空了，涉案金额巨大，就算不吃枪子，也要判10年以上的劳改。沈青青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他把家都搬空了，他是怎么胆的？林月如这回也懵了，母女俩对视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不可置信这4个大字。沈修文心中冷笑，他就知道他们一家找过来准没好事。大嫂，不是我不愿意帮你，实在是保住这次捅的篓子太大了。没想想这年头谁家日子好过，他上来就把别人家给搬空了，这和谋财害命有什么区别？修文啊，你可不能不帮。林老太刚起了调，沈修文再次无情拒绝。不是不帮，是帮不了。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抓典型，这个节骨眼上谁敢徇私？得，你也别怪我，你女婿就这么大本事，我也劝你一句，病急莫乱投医，别到时候因为这个事影响到下面的小弟和小妹就不好了。理是这么个理，可林宝柱毕竟是林家的长孙，老话说得好，小儿子大孙子，老人家的命根子，林老太哪能真的不管？修文，是妈不好，以前不该门缝里看人，妈真的知道错了。你不看僧面看佛面，就当是看在月如的面子上，帮我们这一次好吗？说到底，咱们也是一家人，打断骨头还连着筋。要是亲娘舅家出了事，以后青青嫁人，清月和清安两兄弟娶媳妇都得受影响，你说是不是？林老太这话一语双关，既摆低了姿态，又暗含威胁。要是以前，沈修文或许还会顾及这些，可眼下他们再有2个月就要去湘江，江四下周也要去黑省下乡，想拿这个来要挟他，简直是笑话。就在沈修文正要张口之时，身后传来了一道略带讥讽的笑声。哟，还挺热闹。众人回过头，就看到江四扶着一个穿着中山装的老主，旁边还跟着一个凶神恶煞的中年男人。三叔公，您怎么来了？沈修文讪笑着打招呼的同时，又咬牙瞪了一眼江四。看来之前说的那些话都白说了，也不知道自己不在的这几天，这丫头和三叔公告了多少状。怎么，我不能来？三叔公冷哼一声，
要不是看在四丫头的面子上，我现在就想拿刀砍死这个狗日的。三叔公，你说哪的话？我是担心您的身体。滚滚滚！看见你就来气！还有你们都杵在大门口干什么？让一下！直到看见姜四从包里拿出了一把钥匙，沈修文这时候才想起来。四，家里的锁怎么换了？怎么，附近的邻居没和你说？说什么？咱家被偷了。就你们走的第2天，家里来了一伙小毛贼，把咱家给搬空了。公安说很有可能是熟人作案，要不然不会这么巧。此时姜四还不知道5个嫌疑犯已经全部落网的事，他只知道这些人都是沈青青母女找过来的，所以就顺嘴说了。没想到这话一出，众人如遭雷击。难道林宝柱偷的是姜家？瞬间，沈修文的大脑就像是被2踢脚炸开了花，也顾不上什么风度不风度，整个人犹如一头脱缰的野马，咻的一下就窜了出去，翻遍了家里的每一个屋子。姜四也没阻拦，毕竟刀只有往心窝子上扎才痛。就是不知道渣爹在看到那些东西被人连锅端了之后，后半生还能笑得出来不？笑不笑得出来，姜四不知道，但林月如的好日子肯定是到了头了。因为沈修文出来后，脸黑如墨，重重的扇了林月如一巴掌。是不是你？爸，你先冷静一点。没你的事，给我闭嘴！他花了多少心血才将那些东西给筹备齐了，结果自己的枕边人引狼入室，那可是普通人100辈子都攒不到的钱啊！没了，现在通通没了。林月如被这一巴掌扇得眼冒金星，她也没想到事情发展成这样，她只是想让那个死丫头在乡下的日子没那么好过罢了。修文，你听我解释，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真没有。话音刚落，几名公安同志一脸严肃地走了进来。他们先前只见过姜四，所以上来先把情况和姜四说了，然后才道：林月如是哪位？地上趴着的那个就是。同志点点头，当即拿出了手铐。林月如同志，你是嫌教唆犯罪，罪证确凿，麻烦跟我们走一趟。意外穿到年代小说中，成了有名的资本小姐。后妈带着人搬空了全家，她下一秒就把妹妹送进了警局。而此时保住妈听到了关键信息。等一下，同志，你的意思是我家保住的事是他撺掇的？是的。好你个林月如，原来是你害的我们家保住，我打死你这个丧良心的玩意！打完还不解气，林大嫂一怒之下，直接掀了林月如的老底。当年林家的确是嫌沈修文穷，但根本原因还不是你骑驴找马，一心只想攀高枝，包括后来所谓的被娘家陷害，全都是假的，这一切都是他自导自演，就连那个配种的药都是林月如亲自买的。此话一出，林月如的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她张了张嘴，刚想解释，沈修文却一脸平静地把她给扶了起来。事情已经发生，现在说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有什么用？丢的那些东西就能回得来吗？更何况林月如知道我那么多事情，万一进去了嘴上没个把门，全家都得跟着一起陪葬。沈修文拍了拍他的手，温言细语地安抚道：刚刚是我不好，我不应该怀疑你的。可他越是这样子，林月如心里越没底。修文也，过去的事就不要提了，我相信你。先前他太冲动了，刚才冷静过后，沈修文将所有事情全部捋了一遍，这才发现这件事蹊跷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他承认自己的这个妻子是有点小心思和小聪明在身上，但你要说他联合外人把家给搬空，那不可能，他没那个胆子，也没这么做的必要。至于林宝柱那个蠢货，你就是在借他10个脑子，他也想不到这么周密的计划。所以问题还是出在那几个人身上。2天的时间想要变现或者运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沈修文猜测，他们很有可能是找了个地方藏了起来，倒不如先将这口气咽下，等东西找到了，再慢慢收拾他们也不迟。公安同志，我想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爱人他胆小心善，是绝对不可能会教唆自己的亲侄子去做这种事。而且保住这孩子，虽说平时做事有点不着调，但心眼不坏。见女婿改口，林老太赶紧附和：是啊是啊，公安同志，我们家保住不是那种人。几位公安面面相觑了一眼，刚才还斗得跟乌鸡眼似的一家人，怎么转眼就统一战线了？沈同志，你的意思是这件事你们不追究了吗？是的，毕竟我们是一家人，闹大了这个亲戚以后还怎么处？保住他还年轻，做事容易冲动，我们总不能因为他犯了一个错，就把他一竿子打死吧？这事说到底，我们做长辈的也有责任，是我们没把孩子教育好。只要他把东西还回来，我愿意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我呸，真是好大的脸，丢的是我们姜家的东西，报公安的也是我，还你愿意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是跟你有屁的关系？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你快闭嘴吧，我还没有说你呢。你出去了一趟，是把脑子忘在老家没带回来吗？你搞清楚，现在是你媳妇儿和她侄子把我家搬空啊，你不帮我就算了，还说我有你这么胳膊肘往外拐的吗？还是说这主意都是你出的？你胡说八道什么？不是你情绪这么激动做什么？这里没你什么事，别耽误人家公安同志办案。你非要闹得大家面上都难堪，你才高兴是吗？做人留一线的道理你懂不懂？不懂也不想懂，我只知道做人留一线，他只会更贱。
沈修文被气得在一旁喘着粗气，这逆女越来越不像样子了。说完，姜四笑了笑：“公安同志，任你带走吧，这案子该怎么查怎么查，这事我说了算，你放心，我是不会和解的。”眼看着同志把林月如押上了车，沈青青实在是忍不住了：“姜四，你个白眼狼，我妈照顾了这么多年，你还有没有心了？我表哥他根本没有偷那么多东西，是你对不对？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你做的，你是故意栽赃陷害。”不得不说，女主的嗅觉就是敏锐，可那又怎么样？她没有证据。姜四哼了一声，立马追到了门外。同志，我声明举报，沈青青涉嫌知情不报，故意包庇犯罪嫌疑人。同志，我没有。没有？那你怎么那么笃定你表哥没偷其他东西？我就是那么一说。同志，沈青青什么都不知道，就往我身上泼脏水，我合理怀疑她是在替犯罪分子开脱。我还想起了一件事，那天我取完钱后，他们母女俩是一起走的。鉴于以上2点，我觉得他于情于理都应该去公安局做个笔录。沈青青这下是彻底无语了，让她更无语的是，同志还真将这番话给听了进去。沈青青同志，请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就这样，沈青青母女俩都被带走了。林老太和林家大嫂这回也懵了，看了一眼沈修文，又看了一眼姜四，这到底该求谁啊？只是不等他们开口，钟叔就拿着大扫帚像扫垃圾一样把2人给扫地出门了。林老太气不过，坐在门口又开始嚎上了：“修文啊，这是哪来的土匪啊？我好歹也是你的丈母娘，他一个外人，他有什么资格赶我们走？”姜四也不惯着他们，直接一盆冷水泼了过去。生出这种不要脸的女儿，你有什么脸在这嚎？再嚎一句，明儿我就拿个大喇叭去你们家属院里，叫你家那点泼是好好的说道说道。沈修文来还想说几句，一看这架势，只能抿了抿唇，把话给咽了回去。他以为现在装鹌鹑就没事了，想得真美。姜四回过头，视线扫过渣爹父子3人，直接开门见山道：“这栋房子我已经租给三叔公了，你们是自己走，还是我让钟叔把你们扫地出门？”沈修文一时没反应过来：“你能不能不要闹了？还嫌家里不够乱是吗？”我现在是在客客气气的和你们说，要是还不走的话，待会被丢出去，可就不能怪我了。见他不像是说假话的样子，沈修文的心顿时凉了半截。你怎么能这么对我？我是你爸。断亲了，就不要再乱攀关系了，我可没有你这种不守妇德的爸。这里是我们的家，你凭什么租给别人？又凭什么赶我们走？凭什么？三叔公一拐杖打在了沈修文的腿上。他虽然年过60，但常年习武，再加上这几天一直有灵泉滋养着，这一拐杖下去，沈修文直接半跪在了地板上。要不是看在四丫头的面上，你以为你现在有资格站在这里说话？还凭什么？你说他凭什么？沈修文无话可说，只能任由钟叔把他们父子3人赶了出来。一出姜家大门，沈清安就哭了。呜呜呜！前几天还高高兴兴回了趟老家，为什么一回来什么都变了？家里的东西被人偷了，妈妈和姐姐被公安抓走了，现在就连家里的大洋房也成了别人的了。爸，我们现在去哪儿？本来他还想问我们什么时候去接我妈还有我姐，只是看沈修文这一言不发的模样，他心里有些发怵。沈修文深吸了一口气，这该死的老东西，总有一天我会将今天所受的屈辱10倍100倍的报复回来。这回天色已经不早了，父子3人先在国营招待所先住了下来。负责盯梢的钟叔在外面盯了1个多小时，正打算回去报信之时，突然瞧见了一道熟悉的身影。这么晚了，他还要出门？难道真的如44小姐说的那样，狡兔3窟？他还有别的落脚点？这么一想，钟叔立马跟了上去。当天晚上9点多，钟叔背着一个麻袋，悄摸摸地回到了姜家老宅。44小姐，你猜的一点也不错，这家伙果真还有一个落脚点。那个小院独门独户，看着有些年头了，这些都是在地窖里找到的。我看他走的时候提了一个公文包，应该是拿了不少走了。钟叔打开了麻袋，露出了里面黄澄澄的大黄鱼。三叔公见他皱着眉一直不说话，是哪不对劲吗？他走的时候身上带了不少钱，按理说周转肯定是够的。我在想，他大晚上的跑去取黄金，是不是想找关系捞人？现在银行的黄金回收价格在3.04元一克，黑市至少翻倍。沈修文若是真有心想保林月如，这笔钱足够了。那可不行。姜四好不容易挣到了今天的局面，怎么可能会让他破坏自己的计划？三叔公做了个手起刀落的动作。要不我找几个人？姜四想了想，还是摇摇头。他是想收拾渣爹没错，但要是连累身边人，那就不值当了。三叔公，用不着我们自己动手，我有办法。说着，他拿出纸笔，3下5除2的就写了一封举报信。什么理由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帮人觉得有利可图就行。钟叔，明天一早还得麻烦你帮我跑一趟。放心吧，44小姐，包在我身上。再次醒来已经日上3竿了，姜四是被一阵熟悉的叫骂声给吵醒的。女人设计将继妹送进了警察局，又把她的存款取得一干二净。继妹从警察局出来后，第一时间就找姜四算账。
姜四，你个说话不算话的骗子，你不得好死！你别躲在里面当缩头乌龟，你快给我滚出来！我们之间的事，你让这个老不死的出来，算个什么事？今天你要不给我个说法，我就一头撞死在这里！姜四，你给我出来！附近邻居听到动静，全都三三两两的围了过来。哎呦，小同志，你先别激动，有什么话好好说，别动不动就寻死啊！这姜家最近是不是犯了太岁了？怎么3天2头的闹架？婶子们，你们来的正好，你们帮我评评理，有他这么欺负人的吗？沈青青一边哭着，一边将姜四了收了他1000块钱，但是却把工作转给别人的事给说了出来。如果他不想把这个工作转给我，大可以直说，可他明明收了钱，现在却把工作转给了别人，这不是害我吗？大伙见沈青青哭得这般伤心，又说得有理有据，情感的天平不自觉的就偏向了他。要这样说的话，姜同志这么做确实有点不地道了。1000块可不少，既然收了人家这钱，就应该把工作转给他才对。可不是嘛，好歹也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哪能这么办事？三叔公气得脸色铁青，正要张口替姜四解释，姜四从屋里走了出来，手里还拿着一个大喇叭，清了清嗓子后，他将喇叭音调到了最大声。各位街坊邻居们，都说家丑不可外扬，他们的这些烂人烂事本来我是不想说的，但有的人死猪不怕开水烫，干出这种没皮没脸的事还非要舞到我面前来，那我就没有必要给他脸了。前2天我们家进贼了这件事，想必大伙都知道。大伙点点头，听说把家里的东西都给搬空了。我们也是昨天才从公安那得知，这件事的主谋其实是林月如，也就是沈青青的亲妈，她和娘家的侄子里应外合，把我们家的东西全给偷了。众人第一个瓜还没有吃明白，姜四又趁热打铁扔出了第二个瓜。另外，沈青青的舅妈昨天亲口说了，当年林月如是以不光彩的手段爬了我爸的床，算时间，那会我妈怀孕还不到半年，也就是说，林月如知3当3，勾引有妇之夫，而沈青青和他弟就是他们偷情生下来的奸生子。说到这，姜四目光直视着沈青青。我没把你们打死，那是我善，你是哪来的脸跑到我面前狗叫的？还有，你刚说给了我1000块，那我请问一下，这笔钱你是从哪里来的？你可别忘了，当年你妈嫁进来的时候，你外家连双袜子都没给陪嫁，这些年你妈也没有上过1天班，吃的喝的用的，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们姜家的，结果你现在拿着我们家的钱买我的工作，你们一家可真打得一手好算盘啊！各位，我要说的都说完了，民房厂的工作我的确没给他，这点我认，但我问心无愧。说完，姜四将喇叭收了起来，径直走到了沈青青的面前，重重的甩了她一巴掌。这巴掌是我替我妈打的，要怪就怪你妈偷人，身为女儿的你，这巴掌你挨得不冤。姜四又重重的甩了她一巴掌。这巴掌是我替自己打的，这些年你明里暗里抢了我多少东西，你心里有数。2巴掌下去，沈青青的脸瞬间就肿了起来。然而在场的这些人当中，却没有一个人帮她说话，看她的眼神也带着浓浓的鄙视或嫌弃。该出的气出了，该解释的也都解释清楚了。姜四也不去管外面的议论纷纷，直接扶着三叔公回了屋。姜四，你这个贱人，我不会放过你的。沈青青攥紧了拳头，眼神死死地盯着姜四的背影。然而姜四连头都没回。放狠话有用吗？你在姜家娇生惯养了这么多年，去了乡下，只怕1分1秒都待不下去。现在才68年，想要回城，慢慢熬着吧。不知过了多久，沈清月2兄弟找了过来。姐，见沈青青一脸呆滞，脸上还有2个无比清晰的巴掌印后，瞬间红了眼。是不是那个贱丫头打的你？姐，你说话啊！半晌后，沈青青回过神，情绪突然激动了起来。爸呢？爸在哪？爸最疼我了，一定有办法能将自己留在城里。实在不行，我们明天就南下去湘江算了。至于他妈，听公安那意思，至少要判个10年起步。他们现在自身难保，也就只能委屈他在里面待一段时间了。可接下来兄弟俩的话，却将沈青青的希望击得粉碎。姐，爸被抓走了。今天一早来了好几个红委会的人查房，他们发现了爸包里的大黄鱼，他们说爸私藏黄金，是走姿态，这些都是剥削劳动人民的有力罪证。他们还抢走了我们所有的东西，怎么会这样？沈青青双腿一软，差点跌在了地上。沈清月想起沈修文临走前的嘱咐，赶紧道：爸让我们先去柳叔叔的老房子安顿下来，那里面还有一些东西。爸还说要是3天后他没有出来，就让我们打电话联系柳叔叔。柳叔叔兄弟俩都是爸的心腹，他们肯定不会不管我们的。于是3人按地址找了过去，结果他们在柳家从晌午一直找到了傍晚，没能找到沈修文说的东西不说，反而被派出所的人给带走了。沈青青不到1天就2进局子，还有沈修文被红委会带走的事，姜四是2天后才知道的。这天一大早，红委会的人借着调查的名义，一脸凶神恶煞地敲开了姜家的大门。几人将家里翻了个底朝天，也没能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最后只能骂骂咧咧地走了。三叔公，你这下可以放心了吧？我都说了，他们肯定找不到。
先前阿忠背回来的那些大黄鱼，我原本还是想埋到郊区的那个坟包里。幸好四四你聪明，但没想到红委会的人这么鸡贼，闻着味儿就来了。三叔公说完，带着钟叔出门了。他决定把自己那些东西都交给姜四，而现在姜四并不知情，他这会正在空间里忙着呢。南瓜、红薯、土豆，每样弄了一筐；鸡蛋、鸭蛋各收了100个，小鸡仔和小鸭仔也每样弄了几只，这些都是喂过灵泉的，留着给三叔公养吧，反正家里的院子大。姜四又挑了一根年份比较久的野山参，将野山参丢进去酒坛子，茅台跟不要钱似的往里倒，再加入灵泉水。傍晚一到家，三叔公就耸了耸鼻子，什么味儿？这么香！阿忠，你闻到没？闻着有点像茅台，但比茅台可香多了。医生说了，不建议喝。这时，姜四端着几盘菜从厨房里走了出来。三叔公、钟叔，你们快洗手过来吃饭了。四丫头，刚才那什么味儿？闻着怪香的。姜四不接话。你看这么好的饭菜，要是没有酒，那不白瞎了？要不少来一点，就一小口行不行？好不好嘛，四丫头。钟叔看着三叔公撒娇，一脸老爷爷看手机的表情看着他。好了好了，我这就去拿。这酒是在家里的密道里找到的，里面泡了一只100年野餐。难怪，我就说这酒香着来。你还别说，这泡了100年人参的茅台酒和普通的茅台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当然，品酒的同时，三叔公也不忘在心里给沈修文划叉叉。这个王八犊子手里有这么好的东西，逢年过节也没说孝敬老子一下。女人只是帮老人倒了一杯酒，结果老人就拿出一枚帮派戒指。这枚扳指是我当年创立帮会时的信物之一。虽说帮会早些年已经解散，但下面的徒子徒孙有很多。这枚扳指你收好了，要是路上遇到什么难缠的人，只要他们看到这个，不会为难你。姜四知道三叔公的性子，这个扳指他要是不收的话，三叔公搞不好要派人亲自送他去琼州岛了。于是姜四二话不说，就将扳指收了下来。接下来，钟叔又教了他一个保命3招，简单来说就是插眼、踢裆、砍脖子。你头一回出远门，一定要小心。下了火车记得给我们打个电话，知道吗？三叔公，等我在那边安顿好了，到时候我就把你和钟叔一起接过去。琼州岛那边冬暖夏凉，空气好，还有吃不完的海鲜，特别适合养老。以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之前只要一提到琼州岛，你那小脸就皱得跟苦瓜似的。不过看姜四这一脸认真的模样，三叔公也没扫他的兴。到时候我们去琼州岛哈啤酒，吃干了。到时候我们一起去赶海，挖海蛎子，捡大螃蟹。好，到时候多带几个桶，照理铁耙、铲子都得拿上。咱们人多，那不得一挖一麻袋啊。接下来的几天，姜四光在家收东西了。在这期间，公安局和知青办的人也给姜四带来了2个消息。林月如由于涉案金额巨大，社会影响恶劣，他将在边疆农场进行为期15年的劳动改造。而沈青青、沈清月姐弟2人从派出所出来后，就被知青办的人给接走了。沈清安由于年纪小，不符合下乡政策，直接被送到了护士福利院去。至于沈修文，目前还被红委会扣着，什么时候能出来，谁也不知道。事情告一段落，时间也到了姜四要出发的这一天。在三叔公的目送下，姜四踏上了去往阳城的火车。因为没休息好，姜四原想着到车上再补会觉，哪知道火车刚驶出城区，车厢里的广播就滋啦一声响了起来。革命旅客请注意，如有遇到可疑人员或可疑事件，请第一时间联系列车员，宁可错查1000，不可放过一个。广播刚结束，姜四的左肩便被人狠狠撞了一下，额头砰的一声就撞到了车门上。等他看过去时，就只看到了一个背影模糊的轮廓。撞了人就跑，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姜四瞬间3步并作2步，上前一把拽住了对方的衣角。你是怎么走路的？撞到人了连句对不起都不会说吗？真不好意思，刚才没注意，一不小心撞到你了，抱歉。鉴于对方认错态度良好，这件事也只能到此为止。那人刚没多久，2名穿着制服的公安同志突然一脸严肃地坐到了对面。同志，打扰一下，请出示一下你的车票。姜四这回虽然心有诧异，但还是按要求出示了自己的车票。你是去阳城？对。去阳城做什么？我未婚夫在琼州岛，去那边需要在阳城中转。姜四实话实说，这个时候他也察觉到了2位公安好像把他当成特务在审，于是姜四从挎包里拿出了介绍信。他是名军人，姓霍，目前在海军航空兵第4101团担任团长。2位公安要是不放心的话，可以联系一下那边。这年头冒充军属的罪名可不小，2位公安心里的疑虑总算打消了不少。小同志，刚才是不是有一名男同志撞到你了？没错，那人撞到我了，连句道歉都没有，我气不过，就追上去和他理论了几句。那你现在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问这话的时候，公安同志其实没抱太大希望。事实上，半个小时前，他们的人就已经与这个敌特人员交过手了。奇怪的是，明明4位队员都看到了他的正脸，却没有一个人能记得住这人的长相。稍等一下，
对于一个学了10多年画画、擅长的还是人体素描的人来说，如果提炼不出对方的五官细节，这无疑是一件很伤自尊的事。半个小时后，姜四将画好的画像递给了公安同志，只一眼，旁边的小公安就瞪圆了眼睛。没错，就是他。小同志，一会车厢里会很乱，你就先在餐车里待一会。姜四点点头，然而抓捕行动却没有想象中的顺利。问题会不会出在这个画像上？听说画画的那位姑娘与对方交谈了不到1分钟，这么短的时间，也不知道这画里的人与真人有几分相似。已经问过和西风交手的那几名队员了，他们一致指认就是他。那真是奇了怪了，画像没问题，总共就这么10几节的车厢，怎么会找不到人？有没有可能他刚才趁乱跳车了？这趟列车是特快列车，最低时速也有60公里，除非这人不要命了才会跳车。而且今天所有硬着座车厢都满员超载，他要是真跳了，其他车乘客早就发现了，他肯定还在车上。可是再有40分钟火车就要停靠航城，这次要是让他跑了，以后再想抓住他可就难了。我知道，刚才队员们已经借着查票的理由，从头到尾查了一遍。要是现在怀疑同样的理由，乘客们只怕有得闹。这时，姜四突然打开了餐车的门。王队长，要不让我试试？画像是我画的，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他的五官特征了。只要他还在火车上，我有信心能找到他。至于安全问题，你们不用担心，我只负责找人，抓捕这事还得靠你们。剩下的时间不多，李处长和王队长简单的思量过后，便同意了。小同志，现在我们该怎么做？姜四也不客气，让人拿了一套工作服。姜四戴上了卫生口罩，推着餐车往硬座车厢走去。来，腿收一下啦，同志，麻烦再往里面靠一下，谢谢。花生、瓜子、汽水、盒饭有需要的吗？有需要的话，请提前准备好零钱。姜四边走边叫卖着，走了好几个车厢都没有发现目标。等到了第8节车厢的时候，有2位乘客不知因为什么在车厢里动起手来。姜四跑过去拉架，突然他的视线里出现了一道似曾相识的脸，仅仅只是一瞬，对方便理了理自己的麻花辫，又埋头睡觉去了。我说公安同志怎么找了半天没找到这人？原来他不仅换了衣服，还变了性别。好了好了，别吵了，再吵我就叫乘警了。姜四也没多做停留，10分钟后，他回到了餐车。怎么样，找到没有？姜四将这人的车厢还有座位号说了出来。接下来的事，姜四就没再管了。忙了一上午，他得回去补会眠。刚躺下没一会，就有乘警带着他去了软卧。姜同志，你就住这间吧，这是李处长他们特意交代的。还有，麻烦你留一个联系方式。留一个联系方式？听乘警这意思，难不成以后还要论功？女人重生了，第一件事就是要抢别人老公。上辈子已经吃够苦头，重活一世，我死都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更何况这门其实是姜四自己不要的，那就怪不得自己了。只要姜四一死，我有的是办法可以将霍廷洲拿下。与此同时，海的另一边，几名身着飞行皮服的飞行员大步流星地出了驾驶室。老霍，你等我一下。那什么，有件事想找你帮个忙。什么事这么火急火燎的？两人正说着，勤务兵和平突然一脸焦急地跑了过来。报告团长，团长，这封加急的电报是10多天前收到的，发报地址是沪市另外您出任务的这段时间，总共收到2通电话，都是从京市打过来的，这是他们给您的留言。听到沪市2字，霍廷洲没有任何犹豫，直接打开了那封电报，上面只有短短的2个字。霍廷洲还以为是自己产生了幻觉，他赶紧又看了一眼。出什么事了？电报上写了啥？霍廷洲就把电报递给了他。当看到电报上的结婚2字时，咦，你瞧瞧你办的什么事？结婚这种事不应该是大老爷们主动开口的吗？还有，你一直皱着眉头是几个意思？咋了？你不高兴？他不会无缘无故的发这个，除非江家出事了，我还有事先走一步，回头再和你说。和平，帮我备车。等一下，让和平跟你一起去吧。哪知道刚走没几步，他又突然退了回来。干啥？这次任务奖励的票据，你先借我，回头我再还你。这些你先拿去用，不着急还，先挑一些紧要的买回来，以后缺什么再慢慢添置。好，那就谢谢了。半个小时后，霍廷洲把车停在邮局门口，层层转接之后，电话那头传来了三叔公的声音：喂，是我，三叔公，我是廷洲。这通电话足足打了半个多小时，将这段时间发生的事全部告诉了霍廷洲。四丫头以前确实有点任性，但她本性不坏，你要怪就怪我们，是我们把她宠成这样的。还有两口子过日子，难免会有些磕磕碰碰，你千万别和她甩脸子，也别让她受委屈。你要是做不到，我就去琼州岛接她回家，你听明白了吗？三叔公，我6岁进的江家，从她出生的第1个月起，我就跟在她身边，这一跟就跟了11年，保护她，照顾她，已经成了一种本能的习惯。我的这条命是江家给的，我向您保证，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喘着，就不会让任何人给她起手，包括我自己。从我叫她第一声大小姐开始，她在我这里就永远是大小姐。霍廷洲的承诺让三叔公安心不少。第二天早上，霍廷洲早早起来，就在码头上等着了。江四在轮船上等人走的差不多了，他这才提起行李开始下船。
婉婉，你快看，他来接你了。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苏婉婉抬眼望去，似有心灵感应一般。霍廷舟也抬眼看了过来，看着他大步的朝着自己走来。苏婉婉扬了扬唇角，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总感觉霍廷舟看自己的眼神跟以前不一样，还有他竟然冲着自己笑了，看来自己的这个决定是对的。苏婉婉一路小跑着向前。霍大哥，见到你真高兴。霍廷舟目不斜视地从他身边走过去，他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苏婉婉身后的那个人身上。霍廷舟一手接过了他手中的行李箱，另一只手虚揽住了他的肩膀。江四愣了愣，眼里出现了好多小问号。霍廷舟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码头上人多，先回去再说。好。霍廷舟两人越走越近，直到看着江四那张过分漂亮的脸蛋，苏婉婉瞳孔猛地一缩。这怎么可能？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他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上辈子江四在9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去了黑手乡下，这会怎么跑到琼州岛来了？难道说他和自己一样也重生了吗？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让苏婉婉觉得难以接受。最让她接受不的是，还是这两人对她的彻底无视。她走到了二人面前。霍大哥，我是苏婉婉，真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我姐她不放心，这才打电话让你过来接我。霍廷舟常年生活在军营，霍家的亲戚他平时很少见，而且他脸盲，记不住什么婉婉盘盘的。先上车吧。全程就这一句话，多了没有？半个小时不到的功夫就到了省军区招待所。房间一个在3楼，一个在4楼，你先交10块钱的押金，到时候多退少补。江四因为晕船的劲儿还没有缓过来，全程没怎么说话。倒是苏婉婉听了这话，立马一副善解人意的口吻道：霍大哥，不用单独给我开一间房，我和这位姐姐挤一挤就行了。当然挤一挤是假，他就是不想给他们二人独处的机会。闻言，江四皱了皱眉。他和你不熟，更不习惯和陌生人睡一个房间，这是你的房间钥匙，房费你自己结一下。话一丢，也不看苏婉婉的脸色，霍廷舟直接带着江四上楼。不是，上下2辈子就没见过这么没风度的男人。那姑娘好像对你有意思，不对，应该是已经动了心了。不过想想也不奇怪，霍廷舟的五官深邃立体，霍家又有权有势。霍廷舟参军不到10年，就荣获了6次个人2等功，是当之无愧的军中枭雄。难怪他刚才在码头上看到我时，惊讶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霍廷舟却不这么认为，他动的是心吗？不，他动的是歪脑筋。等霍廷舟将饭桌上收拾干净之后，江四一脸认真道：我们谈谈吧，我们家的情况三叔伯应该和你说过了。现在的情况就是已经确定下一批清算的名单中会有江家，虽然我和我爸已经写了断亲书，但谁都知道江家只有我一个女儿，他们到时候或许会拿我身份说事。如果我们结婚的话，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内你都会晋升无望，还有你爸妈那边也有可能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你可以考虑一下。如果这些你都能接受，我们再来谈结婚的事；如果不能接受，我们就把婚退了，好聚好散。除了怕影响到我，你还有别的什么顾虑吗？我不会做饭，也不爱做家务，所以结了婚可能没办法做一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贤妻良母。至于以后会不会出去上班，我也不确定。差不多就这些了，你晚上好好想想，什么时候想好了，给我一个答案就可以。如果你只是担心影响我的晋升问题，那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我不在意这些。至于你刚才说的那几点要求，我没意见。以前你过什么样的生活，以后还是什么样的生活，不会因为结个婚就改变。爸妈那边你也不用担心，他们在京市生活了这么多年，自保能力是有的。军政是2个系统，结了婚你就是军属，他们想动军方的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而且就算没有这件事，我短期内也晋升不了。为什么？因为年龄不达标，我现在是正团级干部，如果再晋升就只能往副师上面走，而副师提干的平均年龄都在35岁左右，所以即便是我的军功已经攒够了，未来5年都不会再晋升了。原来是这样。霍廷舟忽然摆正了身体，以前他都是叫他4小姐，后来叫他江同志，他还从来没有当他的面叫他的小妹，以至于他叫出44声音还有些发颤。44，结婚报告只要提交了就没有反悔的余地了，你想好了吗？明明江四只思考了不到10秒的时间，霍廷舟却有种度秒如年的感觉，直到看到江四点头，霍廷舟的心才落到了实处。那我尽快打结婚报告，等回去了我带你去看一下家属院，你挑一套你喜欢的。女人一直看不起未婚夫，就连坐在一起都觉得恶心，可一转头却又和男人结了婚，连男人的家人都震惊了。江家的那位小祖宗有多抗拒这门婚事，我们又不是不知道，要不然老三也不至于年近30还没成婚。那是之前，现在2人结婚了，不就好了吗？霍母看着坐在沙发上的3个儿子，忍不住的叹气。你们4个当中，我最亏欠的就是老三了。老三丢的那年只有6岁，回来时已经长成了1.8米多的大小伙子。这期间我没有尽过一天做母亲的责任，回到霍家没多久，就选择了当兵入伍。这一走又是10年，这10年，老三一直驻扎在琼州岛，天南海北的，1年也回不来一次。他在这个家一直找不到归属感，
所以才想去外面闯出一番属于自己的天地。这些我都能理解，我也没别的要求，就希望老三身边能有个知冷知热的人陪着。平洲走丢了，不是你一个人的错，我们也有错，你不要太过自责。他在江家10多年，又从小看着那丫头长大，回来也肯定没啥归属感。我也是说，后面我知道他心里有人，我又实在是没脸让人家一个教养长大的姑娘去海岛上陪儿子吃苦受罪，我都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这门亲事大概率是要黄了。没想到惊喜来得这么突然。妈，那他们有没有说婚礼是在京市还是沪市举办？要是在沪市办的话，我们得尽快过去安排一下。江家就一个宝贝闺女，这次又是远嫁，霍母不愿意在这种事情上委屈了她。说完看了一眼霍府，国庆都过完了，你那边应该不忙了吧？你抽空请2天假，到时候我们一起去沪市拜访一下亲家。应该的，明天我就把行程安排一下。就在他们夫妻2人商量着去沪市要带哪些东西的时候，霍爷爷出声打断了他们的交谈。2个孩子说了，婚事一切从简，酒席什么的也不办了。他们还说让我们不要来回奔波去琼州岛，等年底休假的时候，他们小2口会一起回京市过年，到时候一家人吃个饭热闹热闹就行了。老爷子这话一出，霍父霍母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现在那几帮人斗得跟乌鸡眼似的，确实不适合大操大办老三的婚礼。既然他们小2口商量好了，那不办就不办了吧，到时候把酒席的钱折给他们，彩礼就跟老4的一样，3转1想加72条腿的家具，另外再给888块的现金，再给老三小2口拿2000块的安家费。大儿媳妇苏珊珊摸了摸肚子，第一个表示不服。妈，咱家做什么事向来不都是一碗水端平的吗？我们几个结婚的时候都没有给安家费，怎么到了三弟这里就变了？再说了，三弟妹家条件那么好，他家条件好，他就活该吃亏是吗？霍母对完老大家的视线扫了扫其他2房，你们是不是也这么想？觉得我给老三家2000块钱的安家费，你们吃了大亏了是吗？妈，我们没这么想。这些年你们住家里的吃家里的，我和你爸还有你爷奶他们发的福利津贴，全都花在了你们身上。老三他们有什么？他什么都没有。要真算起来，还是老三家吃亏一些。妈，话也不能这么说，我们是住家里没错，可是你能不能闭嘴？怎么娶了这么个蠢货？没看大爷奶还有他爸的脸色全都变了，还在那说个没完没了的，真是一点眼力见都没有。娶妻娶贤，就他这副样子，以后爸妈怎么放心把霍家交到我的手上？老大，你让他把话说完。苏珊珊支支吾吾了半天，也没说出来一个字。你们不都觉得我偏心吗？那行，等老三回来就把家给分了吧。老三2口子马上也回来了，给你1天时间把3个孩子的东西收拾收拾。他们一直住在老三屋子里像什么样子？妈，我们屋子就那么点大，景轩、景逸、景林年纪也不小了，和我们挤一个屋里也不合适啊。老三那房子空着，让他们住怎么了？他们可是他的亲大侄。再说了，这事也是老三自己同意的。你敢和我说这个？当年你们撺掇着3个孩子，当着大院里一众邻居的面去求老三，你让老三怎么开口拒绝？苏珊珊还想再说点什么，霍爷爷却在此时用力地杵了杵手中的拐杖，看着一直默不作声的大孙子，他心中难掩失望之色。老大家的，你多话了，今天到此为止，你们都散了吧。与此同时，另一边，江四终于把新家的东西买得七七八八了，霍廷洲也将一本存折上交到了江四的手中。你哪来的这么多钱？这里面有一部分是我的工资，还一部分是去其他航校给学员授课的福利津贴，余下的都是这几年出任务上面给的奖励。以后不要为了钱去出任务，咱俩身上的钱够我们花几辈子的了。好，都听你的。第2天一大早，2人就准备回家属院，再有10分钟就差不多了。你先在车上休息一会。江四嗯了一声，从饭盒里拿了一个包子，直接塞到了他的嘴里。我买了包子，挺好吃的，你快趁热吃。霍廷洲愣怔了片刻，这才反应过来，霍廷洲一口气吃了5个。你慢点吃。江四把军用水壶递给了他，而此时本应狂喜的霍廷洲，在看到江四递过来的水壶时，心却莫名酸涩了一下。以前他的东西从来不让别人碰，更不可能与别人共用。江家发生的事，三叔公也只知道个大概。他在电话里说的最多的一句便是，以后一定要对他好一点，他一定是受了很大的委屈。江四可不知道自己不过是给他递了一次水壶，他就脑补了这么多，更不知道他因为这个事把账全部算到了沈修文的头上，以至于本来这个月月底就能出来的人，硬是被红委会关了小2年。此时趴在车窗旁海景的江四还不知道，因为他的到来，家属院的门口这会已经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只因今天一大早，军区财务科突然收到了一张京市国安部的汇款单，上面的汇款金额是1000元整，收款人这一栏则是写着海军航空兵第4师101团财务科转江四。何警卫，这位江四同志真是你们团长媳妇儿啊？
此时和平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将包裹和汇款单汇签收后，咧着嘴就笑。那还有假？我们团长媳妇儿说了，他的包裹这2天就到。可是这是国安部的汇款单和包裹啊！这个霍团长的媳妇儿到底什么来头啊？怎么国安部的人会给他寄这么多东西？难不成霍团长的媳妇抓到迪特了？嗨，国安部就国安部呗，名字没错就行，不和你们说了，我那边还忙着呢。没一会，国安部给霍团长媳妇寄钱又寄东西的消息，就跟插了翅膀似的传遍了整个军区。和平一看这情况不对，赶紧开着车把人在路上给截了下来，又把情况说了一遍。那现在怎么办？和平，你带路，从前面绕一下，一会从家属院的后门进去。和平七拐八拐，终于到了家属后院。这个时候，还有2男2女也走了过来了。走吧，先去我家，这些活就交给他们男人干，咱们女人啊，该懒的时候就得懒，该享的福就得享。当初你也是这么和我说的，还好我听了你的劝，要不然现在哪有这么好的日子啊？那是，这可是我多年总结出来的经验。听完这2人的对话，姜四就跟找到知己似的，眼睛都亮了3分。确定了，他们是同道中人。嫂子，初次见面，这个雪花糕送给你们，你们可别推辞。四妹子，那我可真不客气啦，回头你要缺什么直接和我说，到时候我给你留着。那我也不跟你客气了，你刚来部队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直接开口，千万不要不好意思。你家那位和我家老雷虽然不是亲兄弟，但和亲的也没差多少。说的是，我们家老肖也把霍团长当成自己亲兄弟一样处。3人一边聊着天，一边吃的水果。就在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了砰的一声，